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昨天我们测量了3842各引脚的电压以及它的波形，今天我们看一下它的稳压部分。它的稳压部分是这样构成的，它的一脚、二脚是稳压引脚。由于在这个电路里，它的二脚是接地的，所以一脚电压越低，它的输出占空比就越窄。我们看这个电路呢 UC3842 的二脚是直接接地了，接300伏滤波电容的负极。它的一脚对地有一个22纳法的电容，并且有一个10K 的对地分压电阻，并且呢通过这儿接光偶的4脚，光偶的3脚也是接地的。所以说当后极电压高的时候，光偶的4、3脚导通量就强，使一脚的电压进一步下降，从而使输出占空比降低。如果后边的电压偏低呢，它的导通量就会减小，使一脚的电压升高，从而使后边的输出占空比增宽，使功率管导通时间长，截止时间短，从而使后极电压升高。下面我们首先测一下3842一脚在后边空载的时候，它的一脚电压是多少伏？是 1.31 伏。随着负载的变化，它这个电压值是会变化的。很显然，这个电压越低，它输出的占空比也就越窄，后边输出的电压也就越低。这个一脚电压的高低呢，就是受这个光偶4、3脚导通量的控制。这个光偶主要是起到隔离的作用，它的4、3脚导通量呢是受1、2脚的内部发光管的发光量控制。1、2脚内部发光管的发光量呢，就是受1、2脚的电压值控制。很显然，光偶在这里就属于一个稳压隔离元件。前面这个就是 TL431， 这个是一个加速电容。这个电阻是一个 2.7K 的电阻，它是并联在光偶的1、2脚，主要是给它起分流作用的。这个电阻是接在这边有一个12伏上的，这个12伏是来自于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通过这个二极管整流这个电容滤波以后得到的一个12伏，通过这个电阻线流以后给这个光偶的一脚供电。光偶的二脚是接 TL431 的阴极， TL431 的阳极接地， TL431 的控制极是通过后边我们的输出端反馈回来的电压经电阻线流和分压以后加到 TL431 的控制极，使 TL431 随后边的电压高低而导通量改变。因为431的阴极接光偶的二脚，所以就会使内部发光管的发光变化，从而控制4、3脚的导通量，达到稳压的目的。这个电容它的正极是接在光偶的一脚上，它的负极是接在 TL431 的控制极上。当某种原因使这个位置的电压迅速升高的时候，431控制极电压也是迅速升高，使阴极向阳极导通量增加，从而使光偶发光量增强，从而使一脚的电压迅速下降。同理，当某种原因使431阴极电压迅速降低的时候，这个位置的电压也会随之降低，它会使431控制极的电压降低，从而使431阴极向阳极导通量减小，从而使光偶发光量减小，从而使后边的4、3脚导通量减小，从而使后极输出占空比增宽，使后极的电压迅速上升。TL431的一脚就是它的控制极，二脚是阳极，3脚是阴极。我们首先看一下 TL431控制极的电压来自于哪儿。这端这个是加速电容，然后通过这儿，我们看这个位置有电阻是进行分压的，这端有一个电阻线流，这端有一个电阻线流接在我们的输出端，输出滤波电容的正极，对输出端的电压进行取样并稳压。我们都知道改变这个电阻或者是这个电阻的大小，就能够改变后极输出的电压高低。所以说控制 TL431控制极的电压高低，就能使后极输出在一定范围内变化。为什么不能够在0伏到我们所需电压值变化呢？因为这个电路呢，它没有负电源，如果有负电源呢，它的变化会宽很多。下面我们测量一下这个光偶1、2脚的电压值是
1伏。我们再测量一下431控制级的电压，我们首先把黑表笔接地，然后量431控制级的电压 2.48 伏。当后级电压偏高的时候，这个电压是不变的，它只是控制后级输出的电压高低。它的阳极接地是0伏，它的阴极是 9.70 伏，因为有限流电阻，根据限流电阻的大小，它的阴极电压会改变。另外要注意一下，在这里光偶的1、2角导通电压除了受 TL431 的控制，还受我们这个运放的七角控制，它通过这儿有一个限流电阻接在七角上。当后边输出电流大的时候，这个七角就输出低电位，使光偶导通量增强，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减小电流。当后级输出电流正常的时候，这个七角是输出高电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光偶的1、2角除了受 TL431 控制之外，还受我们运放的七角电压高低来控制，从而使输出电流恒定。我们刚才量了 TL431 控制级电压是稳定的 2.48 伏，但是它的波形就是稳定的直流电吗？我们看一下，其实不是的，它是随着后级的电压高低，并且随着信号它是变化的。它的阴极我们看一下，是的，同样是有波动的。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